根指，这就是根指。哦，原来根指是这么弄的呀。嚯，相爱相杀呀！什么时候我也能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医豹啊？曾几何时，这就是中国车迷的真实写照。在离我们不远的日本，汽车工业高度发达，生产的 GTR 跑车让我们无比羡慕，但也只能是羡慕，看不到，开不到，摸不到，这种折磨太煎熬。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有自己的高性能车？别急，其实比我们更急的还有自主品牌的厂商。无论如何，中国得有性能车。所以15年以前，吉利决定迈出第一步，吉利美人豹。无论你是否承认，它就是国人性能车梦想的起始。搭载丰田8A 的发动机，最大的排量只有 1.5 升，最大的马力只有94匹，而且它的底盘是大发夏利的底盘，这些所有的条件在当时是吉利唯一的选择。啊，还有意大利人设计的外观，这个外观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起来都是像从15楼扔下的过气意大利人。梦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却是骨感的。彼时的吉利只能提供给我们这些，但我们确实能从这台车上看到吉利性能车之梦。好在吉利终于从噩梦中惊醒，奋起直追。15年后，终于领克给到我们这一台车，领克03加。领克03加是一台诞生于中国、生产于中国、特供于中国的高性能车型。这一次，领克03加并没有耗费巨大的财力去找意大利人来设计所谓的超跑造型，它只是在普通版的车上稍作改装，包括更低矮的车身、更具有视觉战斗力的轮圈，所有的这一切的外观特征都足以让它看起来与众不同。在钢炮的世界里，不能只靠颜值。既然如此，和来自德国的钢炮标杆来一场04加速赛，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哎呀，挠啊，别挠啊，别让他跑了。呀！既然领克03加把自己定位成性能车，那就要符合这一级别的游戏规则。直线上快的车有很多，但性能车快不仅仅是体现在直线上，更多的是来自于弯道中的这种操控，特别是钢炮。虽然直线上03加赢了 GTI， 但不知道是不是时装车的原因，在直线加速赛中驾驶这台领克03加，它的动力总成匹配度依然不太成熟。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GTI 在前，03加紧随其后，在这条险峻的山路上，看它能否紧紧咬住。这台国产 GTI 上面使用的转向机呢，其实是一套国内的一个特供的版本。相比欧版的 2.1 圈的这个转向机呢，国产的这个 2.5 圈数转向机呢，其实确实有些偏差。
但是呢，在真正驾驶当中，它的手感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这么一家有着40年制造钢炮车经验的厂商，其实它带领着我们中国的车迷，已经少走了很多的弯路。尽管直线加速的表现非常不错，但是面对1.6吨的支重、2.7米的轴距，并不太符合我心目中完美的钢炮车型的标准。尤其在今天，车辆的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其实还并不是特别完美，甚至它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瑕疵。即便在运动模式，油门的响应仍然非常的不积极。那我现在驾驶的这台领克03加呢，其实还是一台时装车，无论是在 ESP 的标定、底盘的调教，甚至是功率输出都还趋于保守。制动系统的表现让我有些不太适应。当我尝试接近 GTI 在弯前晚刹车的时候， AEB 主动式刹车系统会介入进来，它提供了额外的更多的制动力，但其实我渴望的是有更多的进弯的速度。但真正让我感受到领克03加有着巨大的性能潜力，是选择赛道模式的时候，并且通过中控台屏幕直接激活 ESC 运动模式。在这个状态下，你会发现一台不一样的领克03加。现在我可以带着刹车切入弯心，它表现得非常平衡，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推头迹象。柴油出弯，更多的动力会被传递至后轮。在这个状态下，其实你可以非常清晰地感觉到后驱动轮在打滑的声音。如果可以选装一把着脂率更高的后差速锁，它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驾驶乐趣。在领克03加的配置大礼包里面，真正的杀手锏就是四驱系统。这套来自博格华纳的第5代四驱系统采用了多片式中央差速器的结构，它能够在极限状态下为前后轮提供50:50的扭矩分配。从账面上说，这样的一套四驱系统与现在市面上很多顶级钢炮车型的四驱都大同小异。难道领克的四驱仅仅是个噱头？通过对加速过程中牵引力的工况进行测试，我们会发现在车在急加速的时候，更多的动力会被传递至后轮，再加上前后58:42的配重比，虽然整车装备质量在 1.6吨，比 GTI 足足重了185公斤，但却能在加速的时候牢牢地抓住地面。这么看来，去掉四驱系统来减重的理论也许有一定的道理。吸得太紧了，我都想下面试试这台03加了。虽然山路上领克03加可以一直咬住 GTI， 但仅仅是没有输给 GTI， 我觉得还不足以证明领克03加的实力。那么，我知道你们都想让03加跑赛道，但如果只是让他跑个圈速，就太没有意思了。我们要让他和国际高手正面来个一较高下。我就是想在这条赛道上看一下领克03加的真实实力。03加还不错，但我选择梅甘娜 RS， 它代表了纯正钢炮车型的精髓与稳定性。好，那就让我们来一场真正的比赛吧。好。本场比赛规则根据车辆的马力大小决定发车位置，在末位的是法国国宝梅甘娜 RS， 一台拥有265匹的前驱王者，纽北的常客，在钢炮车型中变态的存在。第4位发车的是领克03加，在前有阻击后有追赶的情形下，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让我们拭目以待。第3位是来自美国最有个性的对手福克斯 ST。
同样是 2.0T 搭配了6速手动，显然比 GTI 更纯粹更有乐趣，比4驱的领克03加也轻了不少。它将是领克03加面前最强劲的敌人之一。高尔夫 GTI 排在第2，这台钢炮的代表连败2局之后是否能在赛道中扳回一局，也许还有最后一线希望，打败来自中国的新晋对手。作为马力最弱的丰田86在首位发车，虽然日本队员在动力上占不到任何优势，但放弃实用性的它只为拥有近乎完美的操控，它无疑是领克03加最难缠的对手。比赛开始，让我们拭目以待。居然03加起步好快。刚一发车，86面对着4位涡轮增压的对手，在1号弯处丢掉了首位发车的优势。领克03加凭借着4驱系统强大的抓地力，在起步时就超越了86和 ST。其实刚才梅甘娜在1号弯处积累的路线优势，在这里就体现出来了。他超越了86，相继向 ST 发起攻势。GTI 应该是迫于心理压力，刹车点太晚，导致推头失误。03加完美的抓住了这次机会，争势首位，这真的是让人有点没想到啊！我估计梅甘娜快要动手了，他紧紧地跟在 ST 身后寻找机会。看，要动手了，他抽头占据了内线。看来 ST 并没有反应过来，完全没有做出防守动作，太可惜了。看来 ST 还要发起反击啊！我觉得这太天真了，这根本没有可能性。看来 ST 是想报仇啊！在这种盲弯，他想做什么？几辆车咬得非常紧，高速下坡弯，并没有人想要冒险超车。这是梅甘娜的车载，看样子这位大哥又要动手了。梅甘娜的这次超越看起来非常的轻松。比赛进行了一半，除了86，场上所有的车依然贴得很近。换我上的话，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末尾发车的梅甘娜 RS 一路过关斩将，仅仅1圈就向冠军发起了冲击。所有的德系代表福特、大众、小钢炮都是被我们超出了。梅甘娜 RS 明显走线靠外，为了获得更快的直线速度，会是选择在这里进行进攻吗？会吗？在同样的位置上 ，ST 也选择了进攻，但他并没有很大的马力优势。后轮失去了抓地力，前驱漂移出现了。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还会有名次上的变化吗？哎呀，才刚刚成功超车的 ST 竟然又被 GTI 反超了。被反超的 ST 感觉像失去斗志一样，后面的86似乎有了全场唯一一次超车的机会。把握住啊，哈基洛克！比赛结束。性能车是一个品牌，一个国家汽车消费成熟多元化的体现，也是所属国家汽车工业的升华。这些车就是如此，它们每台车都有着各自品牌和产地的地域特点。一直以来，我们都只能在这些富有异国风情的性能车中挑挑拣拣，因为我们的汽车工业开始得太晚，但我们的梦想一直都在。发展工业需要积累，需要时间，我们会走弯路，会遭遇挫折和迷茫，但现实不会陪着我们撒谎，梦想无法帮你一步登天，我们只能等，或者说只能忍。这一忍就是15年。纵然当时我们有很多无奈与失望，但依旧还是有人在学习和模仿中，怀着对未来的憧憬，抵
力前行。直到领克03加的到来，让所有中国车迷兴奋不已。虽然还不那么完美，但他一口气追回了这15年的差距，开始成为这个级别的搅局者。更重要的是，他精心为我们打造，希望这个加号有朝一日成为属于我们的性能图腾。既然迈进了性能车的江湖，是昙花一现淹没在这江湖当中，还是冒着刀光剑影闯出个功成名就？看天意，也看自己。快点，赶紧帮着弄完了，收拾收拾。快点，刚上啊，是这样子啊？对啊。Yeah. Kansan, you come? This one? Can I try this car? No, this one is a good car. This car. New car. Okay. No problem. No，朱大爷这边。哦，这。演员。哦。为了拍这镜头，我已经4天没有刮胡子了。OK， 阿里嘎多。中国的。拿起帽子来 ，OK，Let's go。滚。好，开始。